现在的美国人也太会整活了吧！真的，最近呢，在 TikTok 上有一个新的网络趋势，叫做 Analog Bag， 说白了就是准备一大包能让你远离手机后要用到的东西，里面都是一些文具、手账本、书、耳机、钩针、拼图、绘画本、水彩笔。如果你想和他们成为一名 Cool Girl， 就在2026年里少玩点手机，远离电子产品吧。这么一听起来，是不是很自律和健康？那远离手机这件事的第一步是去买一个新的托特包，最好容量大一点，分区多点，能专门用来装下所有和电子产品不相关的物品，还要去消费其他新的兴趣爱好的装备。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消费主义的套路，只是这次换了一个更好听的词语。Let's go build an analog hobby bag together. I am a lover of a good cozy hobby. I love to just spend my nights in. Anything to keep me off my phone and more present is exactly what 2026 is all about for me. So we're gonna go inside and see what we can find, so let's go. So I already have some coloring books and a few markers, but I definitely want to get more. 这里他一开始都说了家里已经有一些笔，但还是想再去买点新的，这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吗？这爱好还没开始，消费先来一波，再来看到这些10多块钱一个画布，6、7块钱的一盒彩色笔，可能随手拿个几样20、30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这些跟风现象的精髓在于，包内装的物品一定要越多越好，越乱越好，这样才显得出你这人的爱好有很多。你能想象得出背着这一个包，里面装了一罐拼图、几盒颜料，还有创珠所用到的材料，加上还要带出去这一整包的马克笔。等你真的坐下来画画的时候，需要的是这么100多支的颜色吗？光挑颜色都要挑个半天。爱好这件事理应是放松的，能让人随手拿起来就能开始。现在展示出来的画面就是搞得跟搬家似的。不仅如此，这里面还带了本杂志出来，这都已经有多少东西了？有书，有手账本，有填色本，现在又加1、2本杂志。哎呀，这一天里真的是有多少空闲的时间，真能坐下来先翻个杂志的呢？大概率就是为了拍视频，然后塞回包里。它这实际使用率啊，真的很低。这里我们值得思考的一点是，为什么一定是要个包呢？带那么重的包出门一点都不现实，为什么不能把它放在专门的盒子里或者是柜子里呢？这些收纳方式难道不比一个包来的更加简单吗？一旦它变成了一个包，这样呢就可以随时被改造、被装饰，还能将自己名字刻在包上，再弄几个包挂和几串珠子。你可以挑大小、挑颜色、挑材质、挑图案。我还找到现在已经有人开始专门卖这种托特包，为的就是告诉你它做了有多少的分层，材质又如何的防水耐脏。这下好了，一个普通的托特包已经满足不了你了，要花10几、20块钱再重新买一个新的包。还会看到别人买新的填色本，你也想要；别人用那一整套更顺滑的马克笔，你也想要；看到内页更精致的手账本，你还会想要。我这看了不下10条的视频吧，几乎每个人的嘴上都说2026年要少玩手机，远离电子产品，去开启一系列的爱好。 This is my analog bag because cool girls are not doom scrolling in 2026. 结果第一件事呢，就是买手工的材料，也顺理成章的把培养爱好变成一次购物清单。你要说他们这不是在乱花钱吧，也可以这么说，毕竟呢是为了提升自己，开启新爱好，也能远离手机。这似乎听起来像是一件能值得长期投资的事情，但要说他们乱花钱吧，又确实是一股脑的买了很多材料包、工具、毛线、水彩笔等等的东西。但凡我们要开始做任何的事情，第一步永远想的是去消费，起码装备得弄起来，氛围感要做到位。如果你真的要开始写手账，家里找不出一支笔吗？你真的要画画，家里难道没有一张纸吗？你想开始读书，为什么不去看一下书柜里是否有那么几本尘封已久的名著文学呢？很多人抽屉里、柜子里早就堆满曾经只为3分钟热度的东西，买来只用过一次的本子、贴纸、马克笔、手账胶带，甚至还跟风买过的手工材料包和没有耐心做完的几团毛线。结果现在网络上来了一个新的趋势，你又开始心血来潮的去折腾一番，咋的呀？这些东西难道就凭空消失了吗？他们就不能继续用了吗？你想少玩手机就得听他们的，先买一个大的托特包，最好要有很多隔层，方便装
方零碎的物品和水彩笔，那为何不在买一个新包之前，先去翻翻家里的储物间，是不是有好多剩余的托特包也能拿来用呢？我认为这种网络趋势最讽刺的点是，我们本来应该少玩手机，除了工作的时间以外，尽量不要让生活的每分每秒都要靠手机来打发时间。本来是要去减少刺激，结果这下是给你制造一个新的刺激点，你要去准备各种手工的材料，去买几本书回来，去开始学习做钩针和画画。这些事情的前提都是要你去消费，只是把原本刷手机带来的爽感换成了买东西带来的爽感，那个爽感还是在的，只是现在变成了培养兴趣爱好。我最想吐槽的点就在这里，减少玩手机这种本来就不需要花钱的事情，也能被包装成一种持续消费的理由。少玩手机的本质呢，是克制，是减少，是把注意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且说实话，一个人真的能长期稳定的投入2-3个爱好就已经很厉害了。你不可能同时玩拼图，还能学习画画，又或者是做手账，又能去织毛线，还可以看书。让我们现实点吧，大多数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爱好太多，最后很容易变成每样都前场折纸。我并不是反对爱好本身，相反的，我是希望大家真的能把手机放下。我反对的是那种还没开始就已经先大规模宣传消费的状态。爱好本来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你一口气买完装备后就能完全喜欢上。比如想学织毛线，那可以先买一团线、一副针，跟着教程试试看。要是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很享受，那才叫喜欢。你想看书，先不用一口气买下5-6本书，买个1-2本开始看，先看完，先确认喜欢上读书的这件事情后，再去理性消费。我觉得开启一个新的爱好本来就应该简单和方便，写手账就是本子加一支笔就好了。像是胶带、贴纸、印章和各种分层内页，它们确实好看，但也是不必要的消费，它们只是围绕这件事情上的附加消费。真要远离手机的话，其实有一大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花钱，可因为这件事情太普通了，普通到没人愿意拍。比如做饭，你要备菜和炒菜，油烟这么大，哪还有空刷手机呢？而且你也不好意思拍个视频说快来试着做饭，它能帮你减少玩2个小时的手机哦。谁会因为想减少玩手机去点赞一条炒青菜的视频呢？做饭没办法被包装成一个网络趋势，因为它太日常，也没有故事可说，总不能拍我的2026年戒掉手机之炒菜系列吧。生活里呢，还有很多看似平平无奇，但却能让你远离手机的事情，比如在附近公园散步、爬山、研究新食谱，这些事情一做就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那自然也就少玩手机。再来，你还可以整理一下抽屉，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分一分类，把衣柜里很久没搭配的衣服重新试一遍，看看能不能搭出新的组合，把以前没看完的书拿出来继续读，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打电话聊聊天，或者是把厨房、阳台、浴室认真打扫一遍，甚至你还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是坐着发呆10分钟，也总比一直滑手机强。这些事情他们都不够好看，也没有一个漂亮的视觉画面。有时候真觉得我们不是找不到代替手机的活动，而是这些事情都过于普通，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做，更没有人会在网络上给你点赞。所以相反，我们宁愿去买一整套手工材料，买几本填色书，也不愿意把家里已有的东西利用起来。这些视频看下来后，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讲是如何有效减少手机的使用率，做了哪些兴趣爱好，实践了哪些事情是真的能减少手机的呢？几乎没有，因为重点全部放在了介绍物品上，每个人都是把包打开，然后一件一件拿出来讲，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在哪里买的，它又是哪个牌子，这让人听着听着不禁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开包视频啊？就像那种跟你介绍自己日常包里装了什么东西的内容一模一样，这介绍每件东西的兴奋度大过于教你如何真正减少使用手机的方法，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看完之后，你大概率只会记得这位博主说的手账本是哪个牌子，那本填色书在哪家店里能买到。总之呢，他们是在给你一系列的清单，你就尽管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吧。说到最后，如果你真的是想少玩手机，第一步不是先培养5个爱好，是开始让自己远离手机，先看看自己能不能1-2个小时不碰它，能不能吃饭的时候不刷它，能不能睡觉前把它放远一点。如果连这一步都做不到，你买再多的填色书、毛线、手工材料都只是浪费。
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或者是你有任何不同的观点，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最后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那我们下组视频再见吧。